雅图房价终于开始跌了。我是石家庄人，大家好，我是梅姐。我们上个月的市场报告就说房价之所以没有下降，是因为我们现在房价的计算方式呢是按 close 的房子来算的。如果市场上还有大量没有成交的房子，要等到他们 close 之后，才会在数据上面体现出价格的下跌。那我这周在看数据的时候呢，就发现西雅图的房价在5月份终于是出现了普遍性的下跌。那今天这期市场报告呢，Maggie 姐就给大家看看到底西雅图的房价跌了多少，以及后续还有多少下跌的空间。最后呢，我还是会给买家和卖家一些实用的建议。首先，我们还是先来看一下市场数据。那根据2025年5月份最新的市场数据 ，King County 的房产成交中位价呢是86万，同比去年下降了1.8%，平均尺价是548，同比去年下降了1.1%。如果我们看前几年的数据呢，其实是可以看到一般4月到5月的房价肯定还是有个上升的，但是今年呢，5月反而比4月的成交价降低了一些，这也是今年的数据中呢第一次出现普遍性的下跌。那我们再来看看市场的竞争程度，可以看到5月份的上市时间呢到达了23天，每个上市的房子只会有5次左右的收益，这些数据呢都是最近5年来最差的数据，可以说现在大西雅图的市场已经降到了最近5年来的冰点。最后呢，我们再看看库存。5月份 King County 的上市数量是5166套，但 pending 的数量呢只有2739套，这就是说库存呢还会继续上升。现在整个 King County 的库存月份已经上升到了3.5个月，已经接近了平衡市场。如果我们把大西雅图分成东南西北4个区域的话，可以看到4个地区的房产成交中位价呢都是有所下降，其中东区跟北部下跌是最多的。库存方面呢，东区的库存增加的最多，同比去年翻番。北部呢也增加了77%的库存，那西雅图市还有南部的库存呢增加相对是比较少一点，可能说本来就是他们的库存就挺多的。那按照库存月份来看的话，西雅图现在的库存数量是最多的，达到了3.9个月，然后就是东区的3.5个月，然后就是南部2.8个月和北部的2.5个月。那从上面的数据我们不难看出，西雅图的房价为什么会下跌？首先就是库存的激增，现在其实有很多卖家认为房价的高点已经过了，或者觉得房价可能还会再增长一点但是呢很难达到再像过去10年的增长速度，所以他们都选择在今年上市他们的房子，用来做其他的一些投资。我们今年做了很多 listing 有不少都是这样的客户。另外呢，一个原因就是买家的观望。前段时间因为川普加关税等等一系列政策，也引起了股市的波动，很多大厂的股票下跌了10%到20%。我们一些客户呢都决定缓缓再看房。还有上个月微软裁员6000人，听说这个月要再裁几百人。那这些被裁的人呢，可能是要卖掉自己之前买的房子；没被裁的人呢，也会觉得，最近裁员潮又开始了，工作可能不保，那就不敢再买房了。那之后房价还会继续下跌吗？跌到什么时候是底呢？我觉得是会的短期内，比如未来半年到1年，西雅图房价大概率会继续缓跌或者横盘。前面我们说到5月份上市数量是5166套，但成交数量只有2739套，那这样带来结果就是整个西雅图的库存还会继续增长。再加上我们之前说的，市场上呢还有大量卖不出去的房子，如果库存继续增加的话，这些房子可能会继续降价，所以呢下个月的成交价格可能还会更低。那 Zillow 最近也预测了西雅图房价的下跌，在他们4月份最新的预测中呢，预计全美房价会在未来12个月下跌0.9%，西雅图地区在未来12个月会下跌2.7%。Redfin 最新的一次报告中也说到现在整个美国的卖家比买家多50万，这个是2013年以来最高的一次。那西雅图现在的卖家比买家多了10%左右，根据他们的标准，西雅图也已经进入了买家市场。当然从长期来看比如说未来5到10年，我觉得西雅图的房价其实还是很难崩盘的。虽然说现在全美的经济确实面临一定的压力，比如说今年第1季度，美国实际 GDP 同比下跌了0.2%，这个是自2022年以来首次出现季度负增长。如果说再多一个季度负增长，那就会被认为是经济衰退。但从经济数据来看呢，这次更像是一次能实现软着陆的这种经济衰退而不是说像08年那样的经济危机。那从历史数据看呢，如果经济能够软着陆的话呢，房价都是比较稳定的，而不会出现暴跌。另外从西雅图本地看，大西雅图地区人口还是有不错的增长。2023年到2024年呢，西雅图人口增加了1.6%。根据普吉特湾地区委员会的预测，预计到2050年，西雅图市人口呢将会从现在的70多万增加到超过100万人。大西雅图地区的人口将从目前的约400万增长到580万，就是增加了180万人。而且西雅图目前的住房供应还是没有跟上人口增长的步伐。根据西雅图时报的报道西雅图大都会区呢现在面临约7万多套住房的短缺，占总住房存量的4.2%。再加上地理环境的限制，西雅图本身很多水路坡度都比较多
这些限制呢，也让大西雅图的土地供应相对是比较稀缺的，短期内房子也很难大量增加。所以我认为呢，虽然西雅图已经进入了平衡或者买家市场，但考虑到人口还在继续增长，住房暂时短缺，再加上土地供应限制等等因素，未来5到10年看呢，西雅图的房价还是比较稳的。当然，这个房价增长速度肯定是没有过去10年的水平了。最后还是给买家和卖家的建议了。如果你是刚需买家，现在其实是房子比较多、溢价机会也比较多的时间段。如果你看到满意的房子，但觉得价格太高，你可以趁着现在市场比较冷上你的经济去砍价，说不定呢就能拿下了。我们最近也是帮几个客户砍价拿下他们理想的房子。上个月呢，我们团队 IV 帮客户砍价拿下了一套 Woodinville 的经典独栋，拿到了27500块的 credit。最近我们又帮客户砍价2.5万拿下一套 Kirkland Rose Hill 的独栋别墅。如果你不着急，觉得房价会继续下跌，其实可以等等看。但是要注意的是呢，因为大部分卖家都会在4到6月把房子上市，所以6到8月其实市场上有比较多好房子可以选。而过了7、8月份以后呢，市场上就剩下一些被人挑剩下的房子了。这个就是看你自己的选择了。如果您是卖家的话，其实好的房子只要价格合适，还是比较容易卖出的。比如说我们之前上市 Sammamish 的90年代经典美式风格的别墅，这套房子呢是位于北 Sammamish， 学区满分，我们220万上市，最后还加了10万卖出。不过呢，就像我前面说的，现在库存还在继续增加，竞争呢也会更加的激烈，只有准备完善、价格合适的房子才能卖出。如果房子本身就有一些问题，然后呢您还想卖出2022年那种高价，这种心理就要做好房子长期滞留的准备了。那今天的市场报告就到这里了，你怎么看这波的房价下跌呢？你觉得西雅图房价还会继续跌多少呢？欢迎在评论区留言和我一起讨论，也记得订阅我们的频道。如果您正在考虑买房或者卖房，也欢迎联系我们，我是你 Maggie 姐，我们下期见。